所以最後的分道揚鑣，儘管這次會面不是阿隆索主動發起的，他本人也没有考慮過離開，但阿隆索最終理解了俱樂部的立場，他最終接受了俱樂部的提議，同意離任，也就為這一段始於期待卻在內部困難與成績不佳中結束的執教階段畫上句號。哈哈，哎呀，皇馬也開始上演曼聯的傳統戲劇節目抓內鬼環節了。我猜90%的球迷都會猜，不認真訓練的是維尼修斯。這事兒也不知道最後能不能水落石出，咱們且行且聽着。朋友們，今天哈維·阿隆索終於真的被皇馬幹掉了。一切的政治漩渦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今天咱們慢慢的分析。另外，在本周日北京時間晚上7點，老 K 再進行直播，歡迎您到時候捧場支持一下。如果您喜歡我的節目，感謝您的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也感謝您點擊訂閱，並且點擊小鈴鐺上按一下全部，謝謝。今天哈維·阿隆索下課的這個消息非常突然，不過对我們老 K 足球新聞的聽眾來說，過去1個星期甚至更早以前，從12月底到現在，我一直在說老佛爺已經下定決心，阿隆索是遲早要走。這為什麼呢？邏輯很簡單，第一，皇馬一直能夠控制部分的媒體，但這些媒體一直在放出風聲，就是關於阿隆索的帥位不穩。不管過去贏了多少場聯賽，這種風聲從來沒有鬆過，這就已經表明主席心意已決，只是在等待一場輸球的時機。第二個就是關於超級杯這種賽事，在皇馬和巴薩過去的歷史中一點也不重要，絲毫不重要。但今年這一次除外，唯一的原因就是老佛爺早已將那達克莫斯之劍懸在了阿隆索頭上。第三的一點就是關於維尼修斯續約的問題，維尼修斯和阿隆索一定是合不來，羅德里戈跟阿隆索一定是合不來。但關鍵是阿隆索給予資源，對他忠誠度比較高的像馬斯坦托諾，對球隊的作用和價值太小。要知道維尼修斯、羅德里戈和恩德里克這些小將都是老佛爺過去一個個栽培起來的。維尼修斯對球隊的價值，對一支真正想拿歐冠的球隊的價值太大。只要看看過去拿到的那2次歐冠，在淘汰賽維尼修斯的表現，包括這一次一條龍的進球，就能知道這一點。他的爆破能力足壇無出其右，甚至在歷史上都沒有哪個球星能有如此高的爆破能力。那麼維尼修斯和阿隆索這樣的角力只能取其一，這也是為什麼老佛爺下定決心哈維·阿隆索必須走人的原因。成績是一方面，維尼修斯是另一方面。其實當今的皇馬連安切洛蒂上赛季老佛爺都要讓他下課，而且是提前下課。在安切洛蒂下課之前，甚至一點資源都不給，明明知道皇馬是插後衛，一個都不買，一個子兒都不掏。說明什麼呢？說明老佛爺在自己職業生涯，在自己人生的最後階段。我們要提醒一點，我們也知道老佛爺佛羅倫蒂諾已經78歲了，78歲還能幹多少年？再幹5年，再幹10年。所以老佛爺花了那麼大的精力，等了那麼多年，弄來了姆巴佩，維尼修斯又不能犧牲，那麼如何讓他們共存，才是現在要當皇馬主教練唯一解決的問題。如何将這種所有足球專業人士都認為是不平衡的陣容，維尼修斯加姆巴佩弄到平衡，這是老佛爺職業生涯必須要給的最後的交代。這樣的人物最在乎的是名垂青史，這樣的人物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他以後離開皇馬以後，有人說老佛爺的職業生涯有污點，最後的姆巴佩跟維尼修斯的組合是污點。No， 他不能承受這個，所以他將不計一切代價，在全世界範圍內找到最合適的主帥，幫他解決這一點。那麼咱們看一下皇馬的官方宣告，經俱樂部和哈維·阿隆索雙方協商一致，決定結束他作為一線隊主教練的執教階段。哈維·阿隆索將永遠擁有所有皇馬球迷的關愛與敬意，因為他是皇家馬德里的傳奇人物，並在任何時候都代表了俱樂部的價值觀。皇家馬德里永遠是他的家。俱樂部感謝哈維·阿隆索及其整個教練團隊在此期間所付出的工作與貢獻，並祝願他們在人生的新階段一切順利。這公告這話什麼意思呢？哈維·阿隆索是體面人，老佛爺也是體面人，體面人之間分手的方式體面。所以過去 TA 的報道說，皇馬高層認為決賽避免慘敗給巴薩就足以讓阿隆索留任，這完全不是老佛爺的心意。其實老 K 也沒有任何的內幕資料，純粹就是從政治形勢的鬥爭，從邏輯去分析。最早是在1年多前，咱們節目剛開始做的時候，在去年冬窗以前，老 K 的節目已經說得很透，標題也說得很透。去年冬窗期間，
皇馬老佛爺一個子兒都不給安切洛蒂掏，意思已經很明顯，安切洛蒂必須提前走人，阿隆索必須提前上位，因為老佛爺已經77、78歲了，他等不了，等不起，他需要新的皇馬3期銀河戰艦迅速成型。那麼在去年歐冠決賽前，老 K 能夠猜到大巴黎大概率會大勝國際米蘭，包括這一次西班牙超級杯認為巴薩取勝的概率超過70%，再加上最近阿隆索的下課，所以聽咱們的節目還是有一點好處的。當然這所有的預測不可能神準，只是從邏輯出發，從邏輯結尾。今天的 TA 消息說，在去年11月到12月期間，當時皇馬在各項賽事9場比賽中僅取勝3場，在賽季聯賽主場首敗給塞爾塔之後，又在歐冠遭遇主場首敗給曼城。所以12月10日在對陣曼城的比賽前，皇馬高層包括老佛爺和總經理桑切斯已經就皇馬球隊的現狀和阿隆索的未来進行過內部討論。不過在聯賽階段失利以後，球隊的球員貝林厄姆、羅德里戈和庫爾圖瓦都表達了對主教練阿隆索的支持，他們都說我們支持阿隆索。而去年12月，儘管皇馬在理想情況下希望留住阿隆索，繼續信任這個項目，但在皇馬這家要求非常苛刻的俱樂部，結果才是最重要的。儘管董事會不認為阿隆索應該對現狀負全責，但對皇馬球隊的形象和近期戰績感到不滿。此外，令人擔憂的是，更衣室中有相當一部分球員和教練的理念缺乏良好的聯繫。去年11月，維尼修斯就已經告知皇馬俱樂部，只要他和阿隆索的關係依然如此緊張，他就不想續約。而最近幾周，阿隆索和皇馬陣容中其他部分球員，不止維尼修斯這種緊張關係一直在加劇。好幾名一線隊球員對他的管理方式，以及他自夏天上任以來推行的多種重要變革感到不滿。這裡咱們多說一句阿隆索在最近2個月已經向維尼修斯妥協，甚至是認輸，包括各種討好球隊的大佬，但一點用都沒有。大家記住一句話，足球隊的人數多，關係政治形勢極為複雜，任何一個主教練只能用威權，只能用男人的人格魅力去征服他們。一旦你認慫，對所有的人討好，那失敗是早已注定的。好，所以阿隆索在執掌帥印後，前11場西甲贏了10場，包括10月24日國家德比聯賽贏了巴塞羅那。可現在皇馬跌到了積分榜第2位，落後巴薩4分，還有少賽1場的比雷亞雷亞爾只落後皇馬1分。阿隆索的球隊在6場歐冠聯賽階段中贏了4場，目前皇馬的形勢在歐冠還好，無需通過附加賽就可以晉級16強。西班牙媒體0點電台的消息說，皇馬宣布阿隆索離任，這個是在球隊返回馬德里的航班上形成，並最終拍板。在航班上，阿隆索和皇馬的 CEO 桑切斯已經就相關情況進行了直接溝通，也對現狀展開了進一步分析和評估。在分析以後，阿隆索明確表示，他並沒有看到當前局面出現實質性改變的可能性。基於這種判斷，雙方最終做出了相應決定。俱樂部迅速推進後續安排，並隨即完成了和阿維羅亞的簽約。OK， 另外，法國媒體 FM 也有報道，在和哈維·阿隆索提前結束合作以後，皇家馬德里迅速完成了過渡安排，先任命阿維羅亞出任一線隊臨時主帥，但管理層正在私下推進新的主帥計劃。目前先扶正阿維罗亞是因為他在梯队執教期間的工作表現很穩健。不過外界對他能否管理這樣一支由多位個性鮮明球星組成的皇馬一線隊持保留態度。可以確定的是，對阿維羅亞的任命完全沒有影響皇馬俱樂部高層在幕後繼續物色更具分量的主帥人選。現在老佛爺已經將克洛普列為重點目標，希望克洛普未來接掌皇馬的帥位。在克洛普2年前2024年離開利物浦，並在2025年1月加入紅牛集團，出任足球事務總監。在這之後，儘管近段時間他和皇馬的傳聞經常出現，但萊比錫的 CEO 奧利弗·明茨拉夫曾在去年12月公開表示，克洛普的合同中不存在解約條款，而且他本人對目前的角色投入度很高。所以如果克洛普的引進計劃失敗，那皇馬會關注其他候選人，包括現在45歲前切爾西主教練馬雷斯卡。馬雷斯卡被切爾西解雇後，切爾西現在由羅西尼爾接任。所以皇馬這邊老佛爺還沒有做出最終決定，還在討論，還在考慮，還在物色，還在勾引。另外，阿斯報今天的分析分析了阿隆索下課的多個原因。記者寫道，表面上看皇馬在西超杯決賽中傳遞出的狀態有所改善，但這並不足以成為阿隆索繼續執教皇家馬德里的理由。過去幾周的持續消耗
球隊在體能層面的糟糕表現，頻繁出現的傷病情況，還有與多名核心球員的關係趨於緊張，以及教練組始終未能展現出扭轉局面的清晰信號，最終這促使皇馬倉促地提前終止了這段合作。這項原本於去年6月開啟，合同簽到了2028年6月30日的計劃，在1個月前12月初便已經出現動搖的跡象。尤其是在對陣塞爾塔的比賽後，關於阿隆索帥位不穩的聲音幾乎伴隨球隊每一場比賽，這種不安當時達到了頂點。在從吉達返回馬德里以後，俱樂部主席老佛爺、總經理桑切斯和阿隆索舉行會談，三方達成一致，提前解除合同。皇馬方面現在已經確定由阿維罗亞接任主帥，會執教本賽季剩余比賽，並至少再帶隊1個完整賽季。現任卡斯蒂亞主帥的阿維羅亞預計將在近日完成簽約，正式成為一線隊主教練。那麼对阿隆索來說，原本看起來能讓他至少再多執教幾場比賽的通行證，最終卻變成了告別。這場對陣巴塞羅那的失利，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這個決定，事實上早在12月初就已經開始醞釀。事實上，管理層對教練組的不滿早就有跡可循。俱樂部高層曾經明確要求改變球隊的訓練和比賽節奏，尤其是體能管理問題。本賽季皇馬傷病不斷，最近一次發生在沙特期間，巴爾韋德和赫伊森相繼進入傷病名單，這進一步加劇了內部的焦慮。為此，俱樂部已經率先調整了醫療和體能體系。此前，米科尼西奇已重返皇馬的醫療團隊，而更關鍵的一步是安東尼奧·平圖斯又重新回到皇馬一線隊的日常訓練工作中。需要指出的是，在阿隆索執教期間，平图斯並沒有參與球員的體能準備，僅僅隨隊出現在部分客場行程中，包括最近的吉達之行。阿隆索上任的時候帶來了完整的教練團隊，俱樂部原本希望平圖斯與門線教練洛皮斯一同納入阿隆索的體系，但最終只有洛皮斯順利留任。阿隆索堅持由伊斯米爾·卡門福爾特負責皇馬的體能訓練，這個決定也成為後續分歧的重要來源。自1月13日起，平圖斯將重新全面負責體能的事務，並成為阿維羅亞開啟頂級執教生涯的重要支撐人物。此前，他在皇馬曾經在齊達內和安切洛蒂執教的時期發揮關鍵作用。除此之外，阿隆索在處理維尼修斯相關事務上的方式也沒能幫助穩定局勢。近期幾場關鍵的比賽中，他在場邊的表現和執教初期形成鮮明的反差。無論是對陣馬競的半決賽，還是與巴薩的比賽中，他和西蒙尼和弗里克均出現緊張的時刻，明顯流露出在高壓環境下的焦躁情緒。回到馬德里以後，俱樂部高層和阿隆索最終認為，雙方的合作已經難以持續。在多重問題長期累積的背景下，皇馬選擇在賽季中期按下重啟鍵。OK， 據馬卡報說，阿隆索離開帥位是在俱樂部推動下做出的決定。雖然公告裡提到這是雙方協商一致的結果，但事實是最初的動作由皇馬方面在當天下午率先發起。阿隆索並沒有辭職或主動離任的打算，是俱樂部主動聯繫了阿隆索，並將他離任作為一個現實選項擺上桌面。皇家馬德里認為，在一個表現起伏不定、缺乏連續性且長期處於負面走勢的賽季之中，有必要進行一次方向性的調整。哈維·阿隆索以很強勢的姿態開啟了本賽季，試圖貫徹自己的足球理念和全新的比賽體系，強調不同的戰術和個人化的訓練和比賽習慣。然而，更衣室從一開始就沒有讓阿隆索的工作變得輕鬆。皇馬內部缺乏默契，缺乏統一，迫使主教練在數個月過程中不斷讓步，逐步就偏離了原本設想的執教藍圖。這種難以貫徹他自身體系的困境，直接反映在球隊的競技表現上。阿隆索沒有將足球理念真正落實在球場之上，導致球隊在比賽中呈現出令人擔憂的身份的缺失。此外，再加上皇馬頻繁出現的傷病問題以及關鍵球員的長期缺陣，也嚴重影響了皇馬的整體規劃和比賽執行。多重因素疊加，最終導致成績不佳以及場面比賽極為低迷。所以最後的分道揚鑣，儘管這次會面不是阿隆索主動發起的，他本人也沒有考慮過離開，但阿隆索最終理解了俱樂部的立場。他最終接受了俱樂部的提議，同意離任，也就為這一段始於期待卻在內部困難與成績不佳中結束的執教階段畫上句號。但值得一提，在皇馬歷任主帥各項賽事勝率排行榜上，阿隆索的勝率是 70.6%， 是俱樂部隊史第6高的主帥。比他更高的有 75% 的佩莱格里尼， 71.9% 的穆里尼奧， 71% 的安蒂奇，
70.8%的安切洛蒂，70.6%的福斯。其實阿隆索的勝率相当可以啊，只是打強隊確實太醜陋，主要就是對皇馬和巴薩，還有賽季初慘敗給馬德里競技。好，關於今天阿隆索的和平分手，前皇馬主教練也是皇馬前體育總監偉大的巴爾達諾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到了阿隆索執教皇馬的處境。巴爾達諾直言，阿隆索從一開始就沒有感受到俱樂部層面的堅定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阿隆索在皇馬的執教軌跡。巴爾達諾說，從阿隆索上任第一天開始就感覺他的處境並不穩定，他從來沒有真正的感覺到皇馬俱樂部在背後支持他，尤其是在聖誕期間，老佛爺發表講話卻沒有提到阿隆索，那一幕讓我覺得非常微妙。阿隆索當時處在一種明顯的不穩定的狀態中，而且球隊頻繁的傷病也對阿隆索的執教造成了直接影響。皇馬遭遇了大量傷病，同時缺少一名真正的中场核心，所有人都清楚，這樣的球員對皇馬這支球隊的運轉會有多重要。有時候只需要一個球員就能讓皇馬整體運作变得更加順暢，而現在皇馬卻沒有這樣的人。阿隆索本人也肯定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也嘗試進行調整，但客觀條件並不允許。阿隆索想要那樣的球員，但陣容裡並沒有。所有這些因素都最終影響了他在皇馬的執教發展。不過雖然結果不理想，阿隆索卻值得大家理解。阿隆索也嘗試過不同的解決方案，不能說他沒有努力。他在出現了大量傷員的情況下執教，這顯然會影響他的執教軌跡。更何況阿隆索是帶着一段在最高水平，在德甲賽場上幾乎無可挑剔的履歷來到皇馬的。而關於阿韋羅亞嘛，我沒有看過卡斯蒂亞的比賽，阿韋羅亞也沒有真正接觸過頂級聯賽的執教環境。不過他跟阿隆索之間有着密切聯繫，阿韋羅亞對俱樂部內部也非常熟悉，他非常了解俱樂部，而且是深入骨髓的那種了解。多年來，阿韋羅亞一直身處皇馬體系之中，同時因為他了解阿隆索，所以他對一線隊正在發生的一切都有着充分的信息。接下來我們唯一需要觀察的就是阿韋羅亞如何去組建一支具備競爭力並能在各項賽事中都扮演主角的皇馬，這正是皇馬對主教練一貫的要求。現在巴爾達諾也好，老佛爺也好，說什麼都晚了。其實1年前如果听咱們老 K 足球新聞，當時我就已經說過，這麼着急趕安切洛蒂走人，想讓阿隆索提前1年接班，並非是好事兒。現在不幸又被老 K 這烏鴉嘴又說中了。所以不同的人對足球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深度，總會做出各種不同的判斷，不能說誰是永遠正確的。其實皇馬對阿隆索是對得起了，賽季初買了那麼多人，算是支持了。要說沒有支持，那還是安胖安切洛蒂，拿了冠軍，拿了歐冠，也要不到一個中鋒，後衛都傷完了，卻沒有買半個後衛，甚至連租借都沒有租一個過來。當時可是剛拿了聯賽，剛拿了歐冠冠軍。而且不補人還不是最離譜的，最離譜的是當時安切洛蒂拿了聯賽和歐冠冠軍，新賽季剛剛開始，西班牙媒體就得到了老佛爺的放風，高層已經開始期待阿隆索入主了。整個安切洛蒂最後一個賽季從頭到尾都在宣傳要換教練，也就是安切洛蒂脾氣好，能受得了這種氣，要是換了馬雷斯卡，換了阿姆林，早就吵成不可開交了。好吧，現在咱們皇馬自己的弗萊徹，自己的阿維羅亞上任，老 K 個人覺得前途很艱難，我很不看好。不過阿維羅亞這個人我是很喜歡的，當年穆里尼奧被趕走的時候，幾乎所有更衣室的球員都反對他，也沒有幾個人幫穆里尼奧說話。可當時阿維羅亞不顧冒着得罪 C 羅、得罪卡西利亞斯等一眾大佬的風險，仗義直言說了穆里尼奧不少好話，這才是老 K 非常欣賞的真正的馬德里主義者。好，咱們再聽聽意大利的著名記者莫雷托，今天在節目上也談到了阿隆索被解雇的原因。莫雷托說，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有點意外，但事實是阿隆索和隊內幾名球員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好。我覺得在接下來的幾場比賽裡，我們就能看出來是哪些球員了，因為皇馬球員的態度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但不管怎麼說，我認為阿隆索和一些隊員的關係確實不好。我認為老佛爺也不太喜歡阿隆索的比賽風格。雖然阿隆索是皇馬自己人，也是球員時代的皇馬的傳奇，但我認為阿隆索的比賽風格並不太契合皇馬，包括他的比賽風格和訓練的方式，都跟老佛爺想要的以及球員們想要的不太一樣。所以我覺得皇馬這種緊張局勢是在不斷升級的，從輕微到嚴重，最後就這樣了。那麼包括 ESPN、TA 還有西班牙6台以及著名的記者皮孔在內，
多名記者確認，哈維·阿隆索是被皇馬解雇的，而不是他本人辭職。現在想想，西班牙超级杯2比3輸給巴薩之後，賽後阿隆索接受採訪說，這只是一場比賽，也是相對沒那麼重要的一項賽事。哈哈，阿隆索沒有說錯話，但在那個節骨眼上，只會讓早就不喜歡他、早就已經下定決心的老佛爺更加火上澆油。好，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呀，塞巴略斯、门将盧寧，還有一直沒有受重用的罗德里戈都致謝了阿隆索，感謝了他。另外也包括姆巴佩、居萊爾、楚阿梅尼、赫伊森等，也祝福了阿隆索，告別了他。這一次，阿隆索是老佛爺在自己任期內第17次換帥，他也成為皇馬隊史更換主帥最多的主席。排在老佛爺身後的是伯納烏。伯納烏這位傳奇主席，名字都是以他來命名的。伯納烏任內一共更換過16位主教練，但不同之處在於，伯納烏在位時間長達34個賽季。而老佛爺現在2段任期加起來總共是22年半。過去曾經有一種說法，說伯納烏主席秉持的原則是皇家馬德里不會解雇主教練，所有教練都會履行完合同，除非他們主動辭職。但是這當然不是事實了。在伯納烏當主席的34年中，只有米格爾·穆尼奧斯一個人執教了14個賽季，其餘17則是頻繁出現被解雇的主教練。而老佛爺雖然是17次換帥，但因為齊達內和安切洛蒂都啟用過2次，所以是15位不同的主教練，17次換帥。而值得一提，在皇家馬德里教練席最動盪的时期是出現在桑斯擔任主席期間，那時候是1995年到2000年。還有另一位主席拉蒙·门多薩，在他當10個賽季的主席任期內，共啟用了9位主教練，那是從1985年到1995年。而另外，據西班牙6台的記者報道，阿隆索執教皇馬期間，在球隊訓練中並没有得到部分球員的充分尊重。訓練中有個別重要球員態度很鬆散，只是隨意走動，並沒有認真投入訓練。還有球員在訓練開始前才到，訓練結束後就立即離開了。在這種情況下，阿隆索本人還有他的助理教練以及體能教練都需要多次反覆提醒部分球員完成健身房的訓練，進行高強度壓迫練習或執行相關戰術的訓練內容。哈哈，哎呀，皇馬也開始上演曼聯的傳統戲劇節目抓內鬼環節了。我猜90%的球迷都會猜不認真訓練的是維尼修斯，這事兒也不知道最後能不能水落石出，咱們且行且聽着。好，數據方面，阿隆索僅僅執教了225天，成為皇馬歷史上最短命的教練之一。阿隆索呀，很不幸拿到了過去貝尼特斯的劇本。好，我們總結一下啊，阿隆索執教皇馬一共是7個月11天，執教34場比賽，24勝4平6負。在他上任以後，皇馬簽下了赫伊森、卡雷拉斯、馬斯坦托諾、阿諾德等等，引援投入高達1.675億歐元。這件事情咱們就一句話呀，如果給巴薩的弗里克1.67億，他能打出什麼成績呢？或者給上賽季的安切洛蒂，也就不至於那樣了。這也是老佛爺自己的判斷失誤呀，皇馬自己做的，千方百計趕走安切洛蒂，迎來新貴，不給老實人花1分錢，欺負老實人，結果才半年就自己打臉。那麼現在在2026年的最早的12天，切爾西主教練馬雷斯卡、曼聯主教練阿莫林、皇馬主教練阿隆索先後下課，下一位會是誰呢？會是利物浦的斯洛特嗎？或者熱刺的那個主教練弗蘭克，怎麼能夠成績這麼差卻苟活那麼久的？這要換了切爾西、曼聯、皇馬，得吵了多少次了？所以目前就只剩利物浦和熱刺的球迷還在煎熬吧，還在苦苦等待一個官宣。好的，現在看看曼聯方面呀，羅馬諾的消息，卡里克已經接受了曼聯的合同條件，很快就會官宣。有媒體說，之所以選擇卡里克，福格森的推薦是他最終獲勝的關鍵因素。所以最關鍵的階段，福格森選擇了卡里克，而不是索爾斯克亚。但是現在曼联本赛季在足总杯和联賽杯都早早出局，財務上又受到了打擊，曼聯可能必須要增加舉辦一場賺錢的友誼賽，才能有一些收入上的彌補了。現在傳出新聞，卡里克希望伍德蓋特加入他在曼聯的教練組。在當年卡里克執教米德爾斯堡時期，也是伍德蓋特在輔佐他。所以這裡老 K 也必須提一下，過去卡里克是在2022年到2025年執教米德爾斯堡，整體的戰績是高開低走。最後卡里克被解雇以後，球隊也是迅速反彈。第一個賽季卡里克上任接手的時候，當時米德爾斯堡距離降級區僅僅1分，是第21名，但最終帶隊排名第4，進入了附加賽，半決賽輸給了考文垂。當時卡里克帶的米德爾斯堡控球率和進攻已經大幅提升，
不過第2個賽季整體上非常波動，最終只排名第8，無緣附加賽。第3個賽季球隊的戰績持續下滑，最終排名第10，沒有達到預期，在6月份賽季末被解雇。當時卡里克在米德爾斯堡體現的優點是他的救險能力強，可以快速提升球隊的控球和進攻，很擅長調教中場，傳控的風格很鮮明。不過也有缺點，防守方面非常不穩，3個賽季失球都很多，而且進攻方面破密集防守的辦法很少，換人方面又偏於保守，特別是執教中後期球隊的穩定性不足。在卡里克当时離開以後，他的接任者羅布·愛德華茲帶隊迅速反彈，米德爾斯堡一度衝到了英冠第2。不過2025年底，愛德華茲又轉投狼隊，現在新的主帥是金·霍尔伯格，米德爾斯堡目前仍然居第2，穩居自動升級區。有趣的是，最近魯尼公開表示，如果受到邀請，他願意回到老特拉福德作為卡里克的助理教練。鲁尼原話說呀：“我当然願意，這根本不用多想。先說明一點，我不是在這裡主動要工作，只是讓大家清楚，如果有人邀請我回去，我肯定會答應的。任命主教練始終是最關鍵的事情，而曼聯目前需要真正了解曼聯球隊文化的人進入管理和教練層。近年來聘用的那些沒有深度接觸過曼聯文化的教練，並沒帶來理想效果。所以曼聯俱樂部需要真正了解這家俱樂部的人來推動復興。像羅伊·基恩，我知道他有過不同看法，我賽季初就提到過基恩的名字。重要的是讓了解俱樂部、在乎俱樂部、明白成為一名曼聯球員意味着什麼的人參與進來，這才是曼聯該走的路。俱樂部現在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了那種家庭般的感覺，這是一個把這些東西都找回來的機會，把曼聯的精神重新帶回到曼聯。而我也希望能回到教練崗位，但前提是合適的機會。我不介意執教 U21， 也不介意先做助理教練，我還足夠年輕，可以繼續學習，繼續成長，只要能和一批水平不錯的球員一起工作。好，今天另外的比賽，足總杯，利物浦4比1戰勝了巴恩斯利晉級。上半場索博斯洛伊就打了世界波，轟入死角，後來麥卡里斯特助攻，弗林朋又破門。這時候比賽第40分鐘，索博斯洛伊出現了致命失誤，亞當·菲利普斯射空門得手。下半場埃基蒂克做球，维爾茨兜射建功，隨後维爾茨又投桃報李送出助攻，埃基蒂克的鏟射得分。那麼4比1的利物浦成功進入足總杯下一輪。不過老 K 還是在直播裡說的那句話，足總杯進入最後半決賽之前，老 K 的興趣不太大。像今天踢一個英甲的下游球隊，居然利物浦還踢得跟對方有來有回的，還是有些太鬆懈。而全場10多個角球，一個有威脅的頭球也沒有。這要換作阿森納，可能角球都進了2-3個了。好，今天的意甲比賽，尤文圖斯5比0脆勝克雷莫內塞。這場比賽對方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布雷默開賽12分鐘就進一個，喬納森戴維15分鐘又進一個，然後伊爾迪茲自己罰點球補射破門。下半場麥肯尼造了對方一個烏龍，又自己頭球進了一個，最後戴維進球被吹越位。想一想尤文图斯有多久沒有像這樣5比0大勝過了？上一次還是2017到18賽季7比0對薩索諾，當時伊瓜因帽子戲法，一不小心這就8年過去了，尤文圖斯的球迷们淚流滿面。最近有球迷問我，意甲的 AC 米蘭和尤文圖斯能不能復興？ AC 米蘭老 K 認為已經復興了，簽來拉比奧和莫德里奇， AC 米蘭今年奪冠的希望很大。不過當然，國際米蘭和那不勒斯也能造成一定的威脅。至於尤文图斯，主教練斯帕萊蒂這一塊已經很到位，意甲的成名老教練都值得信賴。但關鍵現在尤文圖斯的球員配置太差，估計沒有個2-3年很難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奪冠陣容。好，今天另一場引人關注的比賽，在沙特10個人作戰的利雅得勝利3比1被利雅得新月逆轉。C 羅雖然42分鐘早早的就破門，可惜第60分鐘自己的隊友就被罰下。利雅得新月這邊，達瓦薩里、卡努、內維斯連扳3球。今天 C 羅已經盡力了，而主教練熱蘇斯在自己被紅牌罰下一個球員的情況下，應該立即換下 C 羅加強防守，可是選擇繼續把41歲的 C 羅留在場上，最後被進3個，這就不可避免了。另外 C 羅的門將隊友總是不讓人省心啊。利雅得勝利的門將位置真的有毒，超級杯上是本托失誤導致被絕平，而今天的門將納瓦夫爭冠的關鍵戰連續2場掉鏈子。他上一輪就是在自己的本方半場解圍時玩火，大腳開球卻打中對方前鋒的面部，送大禮被對方前鋒輕鬆笑納。而今天在比分1比1的時候，這個阿奇迪為了阻擋對方開球，在自己門內
和多名利雅得新月的球員發生衝突，還不冷靜地揮拳擊倒魯本內維斯。嗨，裁判看了回看，果斷將他罚下。這傻門將在吃到紅牌以後還顯得很不解，還一度拒絕離場，最終是在隊友和教練組勸說下才離場。迫於無奈，利雅得勝利只好換下前鋒博爾熱斯，換上替補門將布埃南。這個納瓦夫阿奇迪亞，嗨，好，今天轉會方面重磅消息啊！馬德里競技的中場加拉格爾終於談妥了，即將加盟熱刺，轉會費4000萬歐元。加拉格爾25歲，本就是英格蘭球員，他將和熱刺簽約5年半，雙方已經達成協議。現在另一方面，在皇馬阿隆索走了之後，居莱尔的未來充滿了變數。現在阿森納、切爾西和利物浦都很欣賞他，可球員本人還沒有計劃離開皇馬。那麼皇馬主席老佛爺一直告訴居萊爾的團隊，他被視為俱樂部的未來。本賽季的情況也正是如此。皇馬採取這樣的立場，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包括英超3強還有拜仁在內，多家俱樂部都在定期詢問居萊爾的情況。所以新帥阿維羅亞上台，工作會非常困難。沒有一個球員是他能得罪得起，沒有一個球員是他能夠放在板凳席，機會給得少的。好，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星期天周日北京晚上7點鐘，老 K 準備再開一次直播。那麼周六就算了，因為周六好看的比賽太多了。另外提醒大家，老 K 的直播回放就在点擊我的頭像，在主頁裡面，您可以看到直播2個字，談天說地，咱們非常快活。謝謝大家的支持，也感謝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那麼咱們明天再見。